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拜登因为这个选情很逆风嘛，那当然只剩下这个北约里面支持乌克兰成了他这个最有力、最强大的一个声音，想要搏翻身哦。但是又被人家讲说，哎，这个口误到了外太空去了，怎么把乌克兰讲成了外太空呢？我们来听听。And Putin wants nothing less than Ukraine's total subjugation, to end Ukraine's democracy, to destroy Ukraine's culture, and to wipe Ukraine off the map. 就被人家讲，哎，怎么还讲到天王星去了？怎么会口误啊？然后呢，人家现在看起来这个拜登哦，尽管在北约峰会上面一直想要展现，可是好像这个对于他自己加分有限哦。那现在目前这个北约峰会他们已经一致同意让乌克兰加入了，就说乌克兰的未来就在北约啦。现在一直吊着乌克兰要进来，当时这场战争就是因为要把乌克兰加入到北约而开始的嘛。那我们看现在这个布林肯也讲说，接下来今年夏天我们就会看到 F-16 飞在乌克兰的天空了。哎，那为什么早不给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俄乌战争最初期，乌克兰就讲说，哎，希望 F-16 赶快能够援助我们啊。那时候美国都是 say no 哦，怎么到这个节骨眼，是不是选情不妙，所以才需要这样子？哎，我又开始开一些新的支票了。现在连泽伦斯基都不看好拜登嘞，他讲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希望川普不要退出北约哦，这个有75年历史的北约，然后能够继续来支持乌克兰。那连泽伦斯基看起来觉得拜登都要拜拜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些民主党支持者大咖有声量的影星乔治克隆尼现在也公开的投书纽什，就说他爱拜登，但是呢，拜登没有办法赢会输掉大选哦，所以他不支持拜登当候选人，希望他赶快退选。ABC 主持人访问完拜登之后，脱口而出说，觉得好像他没有能力再做4年哦，就连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都讲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局势不妙哦，可能呢，这个川普会是压倒性的胜出啊。那纽什的社论也不断在催促，就说是不是赶快退选啊？那就连这个2020角逐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杨安泽都讲说，他预言现在本周呢，就是拜登担任民主党候选人的最后一周。我们来验证看看，是不是这个一周之后，拜登就会说拜拜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川普来势汹汹啊，他说又发了战帖，要再来辩论。我们来听一下。While the radical left Democrat Party is divided in chaos and having a full-scale breakdown, all because they can't decide which of their candidates is more unfit to be president, sleepy, crooked Joe Biden or laughing Kamala. Let's do another debate this week so that sleepy Joe Biden can prove to everyone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he has what it takes to be president.But this time it will be man-to-man, no moderators, no holes barred. Just name the place, anytime, anywhere. 对，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赢麻了，所以又下了这样的战帖，不知道拜登会怎么样的接招啦。但是呢，现在赶快又用一个造神之术哦，法新社讲说拜登的逆转胜人生哦，强化不退选的意念，讲说被打倒了就站起来，从游乐场打架可怕的悲剧到多次试着问鼎白宫，长久以来拜登就是一直这样跌倒了又爬起来，就这样开始要造神了，好像每次到选前就会有这种造神的桥段哦。那现在白宫讲说，这个拜登呢是没有帕金森氏症检查出任何东西的，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这个大家可以安心哦，就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呢，白宫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发言之外呢，除了白宫这样子一直希望大家不要紧张，可是国务院的发言人竟然被人家发现到说翻车了，讲到了加萨，竟然还露出笑容。我们来看看。Gaza could be 186,000. This has been a horrific human tragedy for some time. Go ahead with another question. I absolutely not. I'm not even going to entertain that. I'm not even going to entertain that. Saeed, go ahead with another question. It's ridiculous. 对，所以是不是白宫的团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哦？还有白宫的发言人被灵魂拷问，如果突然发现了这个核弹来袭哦，但是是在晚上8点拜登休息之后，请问我们该打给谁呢？那记者这样子问，难道我们现在要打给第一夫人去吗？就是因为拜登可能现在的这个年纪没有办法赶紧处理这种危急的情况，那就连裴洛西都讲说，你拜登应该要赶快决定哦，自己是不是要竞选连任，因为时间不多了。
好，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拜登这次口误更离谱，因为很清楚他是在照稿子念。他前面跟那个蔡英文有2个读稿机，你看他左右两边各一个那个透明的牌子，就是读稿机。对，那个上面的字啊，都是又大又清楚。我曾经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正好坐在 Clinton 总统的讲台的后面，他就两边各一个读稿机，我就从他后面看啊，那个读稿机啊，那个字是又大又清楚，绝对不可能啊看错，他连现在读稿子都读错，那问题真的蛮严重的。所以当然 George Clooney 就是说，你知道前一阵子他太太是就是说国际这个刑事法庭的律师嘛，那他们不是检察官发出一个申请，要希望刑事法庭通过，让他们去逮捕这个谁，逮捕这个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参与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屠杀的这个种族灭绝的这些以色列负责的官员。后来美国不是就出来警告嘛？对，白宫就出来警告说，哎呀，这个要惩罚，要对这个George Clooney 的太太惩罚，因为他在这个申请案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George Clooney 曾经亲自打电话到白宫去求情，可是后来好像没有得到对方白宫任何的这种回应，所以现在 George Clooney 也出来了。当然有可能是报仇啊。不过对于这个拜登来讲的话，我自己的观察，其实一开始打他，等于几乎是没有默契的一连串要他下台的，先是美国的民主党的媒体，自由派的媒体。那你要知道，这些自由派的媒体幕后的非常高比例老板都是犹太人在控制，所以我就是怀疑，事实上美国的犹太的财团跟犹太的力量可能对这个拜登在过去一段处理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的时候，有一些不满了，所以就希望让这个拜登干脆下台。因为川普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是跟拜登一样的川普的自己的女婿就是犹太人他过去对于犹太对于以色列是非常非常支持的。美国第一个支持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川普所以就犹太人来讲，既然拜登处理这次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也不是处理的很让大家满意，因为以色列还有这些他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就一次把这个在这个加萨走廊的这些巴勒斯坦一起全部解决。你看美国这个支持又加一大堆条件，又一大堆一下要停火，一下不停火的，让以色列也很难，这个主流的意见也很难睡醒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拜登既然他已经看出来，我觉得是得罪了美国政治上的所谓的造王者，犹太的这个势力的话，美国国内我觉得就跟这个我们这个谁讲的一样，这个杨安泽讲的一样，大概撑不了几天了。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当这个北约在开会，就是一个挺拜登的大会。那他们这一次的宣言又再一次的说，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这个就是让人想到2008年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高峰会也是同意乌克兰跟乔治亚加入北约。那一年就发生了俄罗斯跟乔治亚之间的战争。然后呢，08年之后，2014年终于在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将合法的政府，但是由乌东选出来讲俄罗斯语的政府给赶下台，然后呢，通过一连串的这些法律，被普丁认为是一个纳粹的行为。他们禁止讲方言，所谓的方言就禁止讲俄罗斯语，在乌东就禁止你讲母语，这样子的一些作为。然后呢，大家记得2022年的时候，就是再一次的争议，乌克兰是不是要加入北约，而普丁要求北约美国承诺，就是说你不会让他加入北约，结果他承诺说我不可以这样子承诺，所以而发生战争。各位，其实当然发动攻击的是俄罗斯，但这整个过程你看过来的话，太多美国的学者、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现在都认为是北约东扩造成的。你逼死的就是俄罗斯，你要知道他那个历史，你要知道他那个背景，你要知道他对他自己本身安全的这种忧虑，那你不断的往前面推，
那你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才会达到欧洲安全吗？才不这么认为的。所以现在再一次的这一次这样做，可是各位不要担心，你看川普他在前天的时候提出来共和党的党纲20点，我仔细看了一下里面谈到外交国防的2点而已，第8点跟第12点，我念一下给大家听。第8点说，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和中东重现和平，并建立一个保护全美国的伟大的铁穹防弹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全部在美国制造。各位是什么意思？要让乌克兰战争跟加沙战争马上停下来，维持它的和平，然后美国自己就保护好自己就好了，但要美国制的。第12点，加强并现代化我们的军队，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强大、最有力的军队。美军已经是全球最强大、最有力的军队，解放军还有一段距离，他现在只不过要加强、更强化。他们提到盟国没有，他们提到盟邦，提到北约，提到印太战略、美日安保，通通没有。他这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台湾。川普上来，北约不会是他考虑的重点，所以才会轮到泽伦斯基说：“川普，你当选不要退出北约好不好？”那么奇怪嘛，乌克兰根本还没进来呢，是不是？所以各位，这个时局要改变了，真的要改变了。所以现在这些北约组织在华盛顿的聚会，根本已经是在最后的挣扎。当然未来会怎么样走，我也不敢100%的预测，会很混乱，但绝对川普叫做什么？美国优先，然后呢，回归常识，这也是他的政纲的提纲。好，来问李将军。我觉得民主党现在来讲已经回不去了。这个拜登示范了一次什么叫做首战即终战给我们看。这个第一次辩论完以后，大概首战就终战了。现在大家在那边讨论说要不要换人，我觉得这个你看看，这个川普在这边，我们再来一场，对不对？这态势双方看得很明显了。那现在目前来讲，拜登自己又不愿意这个主动来退选，可是民主党里面大家急得不得了。现在有意的人选点名的人选很多，从副总统贺锦丽，到这个加州州长纽森等等都被点名可是看得出来民主党这时候还在一片混乱，可是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下个月马上就要面临民主党的大会就要提名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川普不要急了，9月份还会有一场辩论那个我们很期待9月份那场辩论到底是拜登可以这个扭转这个逆转胜，还是说是更陷于这个衰退，让我们看得到。那之所以说 F-16战机马上要进入乌克兰，我个人来讲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很期待看一场这个早就扬言很久了，到底西方的 F-16能跟这个俄罗斯的苏凯战机到底孰胜孰弱马上在这个俄乌战场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在这边先做一点分析给各位观众听。F-16它有它的强项优点，比如它强优点，它的导弹性能比较好，到现在有不败的记录，然后它的航电系统也比较强，对不对？它的这个指挥管制方面来讲都会比较强，但是它有一个弱点，它弱点什么呢？这是虽然说是荷兰这些国家总共给了乌克兰60架战机，可是它只有20个飞行员。那你想20个飞行员，你能够有几架飞机能够起飞迎战？这是它的弱点，弱板在这边。那苏凯战机有可能获胜吗？苏凯现在俄罗斯最强的是已经亮相的是苏凯35，但是后面它有一款战机5代战机，它到现在为止没有亮相，叫苏57。那会不会说是 F-16来的时候，它苏57等着这个派上场？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特别讲苏式战机来讲的话，苏凯战机来讲的话，它不管导弹的性能或者航电系统都要弱于 F-16，这是不争的事实。那到底，但是它的数量是在绝对占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看。未来可以观察，如果说是在，尤其是我们台湾特别要注意观察，因为我们台湾用的就是 F-16战机嘛。当然，我们台湾有很这个飞行员来讲是这个非常的充裕，是没有问题的那未来来讲，到底是战机是质比较重要，还是量比较重要？我想说是在俄乌战场上面，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验证跟答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美国又要启动新一波的晶片战了嘛？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宣布将会投注16亿美元来开发晶片封装的新科技，来确保技术上面是要领先中国大陆的。纽时报道说，这是拜登政府他们计划要投注这样的一笔资金来开发新科技哦。那这个法案还拨出了390亿美元，这个再加上750亿美元的贷款，还有贷款担保，还有25%的税收抵免，将这个半导体制造业希望都能够吸引重回到美国本土去。耶伦就讲说他们现在美国限制对于中国大陆 AI 投资就是希望不要危及到国安，就是明显是要针对一些国安的风险来做这样的措施可能就是会有关到这些比方网络国防或是军事情报，所以他们才要开始做这些限制。但是华尔街日报讲说美国生产晶片的设备商暂时是离不开中国市场的他们在这个全球晶片设备规模最大的年度展会呢，他说今年气氛是比起去年好，主要的需求现在目前全球看起来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生成式 AI 服务的晶片销售非常的火爆，也推动了晶片设备订单的成长。美国的投资机构呢，他们就预测现在中国大陆今年的晶圆厂设备支出将会从去年360亿增加到现在的400亿元那连艾斯摩尔都讲说，其实全球都需要中国大陆所制造的成熟制成的晶片所以你阻挡是没有意义的包含了像是德国的汽车产业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晶片买家他们都是要买这个中国大陆制的成熟制成的晶片。你这样去阻止别人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反而会害到自己害到其他的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并不看好这一波的制裁。那再来看到盟友们其实感觉好像最近的消息也都是一些一波三折的，比方说 Intel 在德国的新晶片厂卡关啦，现在开工又要推迟了，原本是说今年要动土但是现在都已经7月啦，就是当地的协调还有这个欧盟的补助因素迟的都没有办法协调成功所以现在只能延到明年再看看的。还有韩国也是跟着美国不断一直在跟进这相关的这个晶片的一些法案嘛，但是他们现在工会竟然喊出来无限期罢工他们是在8号到10号来罢工，说要求这个待遇要重新调整。不过管理层呢现在没有跟他们要重新谈判，现在工会10号的时候加大施压，就说我们要延长为无限期罢工，从3天变成无限期，就到你谈判跟我满意为止，我的薪资我觉得满意为止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罢工恐怕也会威胁到三星现在晶片的生产那这样的冲击还会直接影响到韩国自己本身的汽车造船跟钢铁的生产。那不止如此现在目前高盛就预估如果接下来是川普再度入主到白宫的话，中国大陆恐怕会面临到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的关税大棒又会再挥出来啦。那不止说中国大陆会受到影响这个其他的这些像是台湾韩国都不要高兴得太早都会受到这个关税的牵动影响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威胁论，也变成了现在好像不断在炒作的这个为了要选举又开始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又出来。美国的财政部官员就讲说中国大陆的产能超越全球的需求，害得美国的公司倒闭，因为你产能过剩所以美国人就失业了，现在美国的公司就倒闭啦。那有鉴于这个中国今日的规模，经济上溢出的效益会更加的严重严重到什么样程度？日本也跟着讲说那个我们日本的白皮书这个通商白皮书显示，这个日本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呢，有1406个品项呢，这个超过一半的进口额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反倒是美国的2.5倍你自己喜欢买的多，还也要怪中国大陆吗？这很奇怪还要怪人家产能过剩那再来，欧盟要反制嘛，就是中国大陆宣布说你这个投资贸易障碍要开始进行一些调查。这大陆商务部讲说，根据这个就依据欧盟这个关于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所以他们现在要开始进行一些这个贸易障碍的调查，做一些反制动作。那澳洲的情报机关在这1-2天讲说我们这个五眼联盟都有被中国大陆的骇客给攻击威胁日益增加他们叫做 APT40 的骇客多次对于印太地区包含了英美加拿大、纽西兰、日本、韩国
德国啊，都有看到说这相关的网络骇客的攻击啊。那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讲说啊，奉劝有关方面呢，讲的是澳洲啊，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啊，不要替他国火中取栗，最后落得损人这个不利己的下场哦。好，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其实美国的这个补贴哦，事实上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这个补贴到底是真正对这个产业有帮助，还是真正它背后有政治动机？因为这个16亿美元，说实话，你连一个晶圆片的一个工厂的1/10啊，甚至15分之一都不到。现在一个晶圆片厂都是要200亿美金以上啊，或者甚至300亿美金，越来越贵了。你美国政府出这16亿美元到底花在什么？所以有美国内部就在说，这根本是政治在买票。他比如设置几个国家实验室，对不对？国家实验室就选在哪里呢？选在这些摇摆州，对这个失业问题有严重问题呢，他就给你一个补贴进去，帮助什么？帮助拜登的选情。所以美国这个政治现在是非常扭曲的，打着很多这些招牌啊，到最后它是达到其他的目的。那16亿美金，我真的觉得这对发展一个产业那么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一点帮助就没有。比如说现在美国最严重的这个波音这个公司的问题，对，这波音的公司拿美国多少的这种不是直接补贴，还有这种所有美国的政治干预或者帮你在行销的时候帮你来。不晓得赚了多少钱，可是你知道他的那个 CEO， 他的所谓执行长一年的薪水有多少？你知道？前两年美国人都每天就在讲这个人的薪水3700万美金一年。你想想看，他这个16亿美金拿到美国大企业，还不过就养10个、20个，都还养10个、20个，美国大公司的 CEO 都养不了了。对啊，对，所以美国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去参与所谓的这个企业竞争其实第一个不会产生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说说穿了还是政治的怎么样买票行为。你说当时美国说拿出250亿，最后呢分给 Intel， 给他拿掉70亿，有关这些所谓的高端的晶圆片的生产。Intel 到现在还生产不出来钱也拿了工厂在哪里？它不像台积电，美国一个命令去噼啪啦，第一个厂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盖了出来的，第2个厂、第3个厂都在规划。它不像在台湾这些产业这么听政府的话，美国的这产业也会骗政府的钱。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打破它所不擅长的，说补贴企业，而不是用自由市场来让企业在这个自由市场里面茁壮，这些资金下去基本上是浪费。另外一方面呢，政治的买票才是真正的。美国有很多的这些国家实验室基本上比如说这个美国有所谓的再生能源实验室，我都去参观过里面有很多在当时在做这个所谓的太阳能发电，事实上它科技是很多研究出来了，可是美国没有厂商要用最后它里面几个最重要的研究者回到台湾来以前我们我们台湾有一个这个就是做太阳能面板的这个公司，那个老板就是从那个实验室回来以后，这个技术再传到中国大陆。所以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补贴，事实上我觉得只是看到表面上它好像政府有决心要帮哪个企业，其实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障眼法啦。那基本上现在美国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晶圆片的生产制造商是美国现在还有竞争力而且很重要的制造业。那你今天不让他卖中国大陆，你某一种方面就是说把美国寄存的有竞争力的少量的制造业也被你的自己的政策把它扼杀而死。所以这个国家真的现在所有的做法跟他的想法真的都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都是伤人不多，伤自己伤得很多。是，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战现在大概已经成效有限了大概就在少部分的半导体。那现在联中芯国际跟华为配合的 Mate 70或接下来更先进的一些技术，其实已经要出来了，也就到所谓的5奈米。那5奈米再往上，其实也就是下一阶段
进一步的光刻机，这些技术如果在中国大陆持续的突破，那也可能真的就是几年的时间，啊，那你美国到底对中国大陆拖延了多少时间？对不起，美国的科技战不是拖延大陆科技发展，是加速大陆的科技发展。他本来很愿意跟你透过国际合作的供应链，你做你的优先的，先进的，我来配合做制造的，没有要抢去你的这个 IP， 你的领导地位。但是你这么一做，一切以国家安全为由，结果呢，造成了整个这个反而时间缩短。2025根本已经实现了啊。那因此，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在很久这个差不多10年前开始在推动的电动汽车。其实欧洲、美国各国都有不同的计划，也都在推动，只不过大家就是慢。美国是因为纯粹的政治因素，共和党不吃这一套；欧洲呢，纯粹也就是大的车企还是想要制造内燃机为主，然后想要再赚最后这一笔。以上而下的这个政策虽然出来了2035，但是做不到。中国大陆就很用心的，大家都在做补贴，大家都在做这个协助，然后呢，自己内部的市场非常的竞争，非常卷。你看，整个现在出来，重点，如果你只是从一个车子的发展、竞争、市场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这样子。那因此，欧洲、美国说要保护他自己的企业，那说你指控你，所谓的产能过剩，你都可以理解。可是你如果从今天你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实际上，我们面临到的全球暖化 ，EV 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至少避免它恶化嘛？全球南方都没有能力再去做提升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强力受惠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电池产业、太阳能产业这新三样，对不对？我觉得欧洲、美国也是如此。结果现在他们把自己门关起来，用高关税保护自己，又做不到。最后还是自己吃苦受难。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直在讲到川普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纲，因为真的跟你讲，川普一定已经是当选，你要好好现在研究川普的这个政纲。在他这个政纲里面呢，他提到中国只有3个地方都是跟贸易、经济然后呢电动车有关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禁止中国的电动车，然后呢提高关税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川普的对中政策会是以贸易、科技的竞争还是为主轴，军事外交层面不是川普真正所在意的地方。好，来请教厉将军。我想说，美国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它维持它的霸权美元的霸权以前是靠石油跟石油挂钩在一起。那现在来讲的话，它跟石油来讲，因为它是有产石油，中东也不是那么卖它的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就剩下最后一条唯一的路线能够维持它霸权，就是跟晶片在一起挂钩，也就是说美元晶片，那也是它维持它霸权最后的一个途径。那我今天特别要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看，你今天对中国做这些制裁，做这些禁止它输入，然后不卖给它，它有没有可能自己发展出来？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譬如说我们台湾有一家这个镜片做得很好的公司叫大立光，曾经最高的时候它的股价到5000多，那现在跌到多少？跌到后来有一阵子跌到腰斩，剩下不到2000块，那最近是又弹回来。那为什么会从5000多跌那么多呢？不是它不好，它反而就是因为做太好了，就是因为它做得太好以后，我这么好的晶片我没有人要买，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规格的这种镜头，所以说我就不需要买，那你花很多成本下去研发出来，做出这个晶片，你是不是这个没有客人要买的话，你就花不了钱？这句话应用在谁身上？应用在这个黄仁勋讲过这句话。黄仁勋说：“我这个辉达 NVIDIA 的晶片可以不在台湾制造，但是不可以没有中国市场。为什么？它一片晶片可能成本只有2000块左右，它可以卖到12万美元。为什么大家愿意花12万美元去买？因为有这个需要。那谁有这种需要？说是我需要这么大量的这种晶片，又这么高规格的晶片卖这么贵，我不但买得起，我也有这个需要，而且有这么多量需要买，那就是中国市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钱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大家好。
大家好。退役少将李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看啊，这个赖清德承袭了蔡英文的什么呢？鸵鸟心态都承袭到了，因为你来看看赖清德接见了 AIT 的新任处长，结果人家处长古立言重申哦，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哦，符合美国长年以来的一中政策。结果新闻稿里面，总统府新闻稿里面这个一中不见了耶，删去了一中，难道是遵循总统的指示吗？就是大白话这么直白的问哦，那结果就总统府不理我们，那目前暂无回应。难道是被消音吗？难道是总统不希望看到一中这个字吗？所以你看这个中时就讲说一中被消音这个小动作难掩你的鸵鸟心态。先来看看2022年这个最有名的名场面美国参议员葛礼汉拜会蔡英文的时候，公开表达希望华航采购波音787客机现场的口译跟总统府的新闻稿全部都消音当时联合报报道的时候，还被总统府大肆批评说是假新闻，结果后来发现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是被推销了波音，但是不想让你知道。那再来2022年的8月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物圭司率团拜会蔡英文，提及了我们这个高铁车厢的采购案，希望能够携手合作，再度被总统府的新闻稿消音。所以总统府已经承袭了蔡英文以来的选择性公开吗？相当的失职，鸵鸟的心态也是展现无疑那这个感觉起来，这个我们可能也等不到这个总统府给大白话的回应了啦。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西太平洋的状况。山东舰出海其实我们在联合利剑2024A 之后呢，这个现在看到了解放军有一些新的影像，就是说包含了轰6轰炸机，还有这个黑白画面的歼16战机推测是 F16的配备，然后狙击手目标标定这个夹舱射得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所以看起来56架超过了原本的这个台海中线，也创下了一个新高的记录那另外还有这个山东舰的航母战队群，这个大编队冲向了第一岛链，那日本的战机是赶紧紧急起飞因为他们前往了宫古岛这个东南方海域之后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一艘尊宇级驱逐舰跟踪着这个山东号的航母编队那航空自卫队也出动了一架战斗机，准备要应对突发的情况。那他们这个非凡观点就是这篇报道里面引用的非凡观点，他说呢，造成日本如此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山东号的航母编队打破了美国画下的第一岛链，穿越过去。那其实这个北京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日本媒体他们其实有一艘日本的海军驱逐舰在没有通知中国大陆的情况下，也进入到了台湾附近的中国大陆的领海当中引发北京非常严重的关切。那共同社讲说，这一艘驱逐舰他没有理会中方的警告，在距离浙江沿海12海里，就是22公里之处的范围航行大概20分钟左右。所以你来我往的这个中日双方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一点要这个兵凶战危的氛围那央视还曝光了一段画面，是说山东舰曾经在这个执行任务途中突然遇到一艘外国的舰艇直直的冲向航母山东舰，作为带刀侍卫的延安舰迅速出动，全速冲向该舰，冒着两舰相撞的风险把它拦截那只是没有透露出来是哪一国的军舰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但是央视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报道，就说所幸有这个带刀侍卫来救驾。那再来对比一下美国的参议院现在说2025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里面包含了支持台湾安全的条文，说要抗衡中方那还有要求说这个五角大厦要为台湾设立一个区域紧急库存，换句话说，就台湾要变成好像这个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当中的其中一员美国是不是想要把这个全世界都拉到一个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呢？南海这边菲律宾的空军4架 FA-50参加了漆黑的联合军演，那菲国的空军也抵达了澳洲的北部，跟这个美国还有澳洲的部队进行联合军演，这也是6年来首度派战机飞往
这个海外。那他们现在直接不演了啦，就是直接把他们对准中国大陆的这个心思完全暴露出来，在北约75周年的峰会上面，话锋一转，现在好像要成立一个这个亚太版的北约哦。那我们看到他们说，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讲说，北约应该对抗由这个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组成的邪恶联盟啊，现在已经不是邪恶三角，现在已经变成联盟了，已经有4个国家被他们涵盖在其中。他说，因为这4个国家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我们要通通团结起来啊。那现在连日韩纽澳印太4国也将要加入北约了哦，在这边开始已经有一个印太版的北约成型了。那又要对抗谁呢？难道又是瞄准中国大陆吗？他们说是中国大陆给全球带来威胁，这美国又要再开始炒作一波这个印太的这种兵凶战危嘛？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赖清德的这个新闻稿里面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跟他第一次见面的美国方面的政策表达他给他完全把它消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也就是说不放进去的话，就是第一个我就不承认有这件事，那表示我没听到；第二，没有这件事存在；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讲你的，我做我的，这个就很恐怖了。对，这美国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在这个事情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对待。因为我看了一下 AIT 那个新处长的讲法，他讲的更直接，他不是说符合美国长年来一中政策，他是说美国会继续根据这个长久以来有效的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政策来支持台湾。他说 In accordance with long-standing U.S. One China policy， 它是要根据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来继续支持台湾。那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政策就是台湾关系法3个建交公报，还有6项保证，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一个基本版。那么也不是他发明的，从这个1979年开始大概就是找这个路线，没有变过。那我觉得赖清德他故意不把它放进来这个从外交上警讯，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我没有接受这是你讲你的，对不对？那你讲你的，我会做我的，那要不然就表示我不支持，我不认同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跟这个蔡英文以前只是波音飞机这个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我们举了2个例子，跟有关台湾高铁车厢采购案来讲，这些是属于商业行为来讲的话，这个2个的这个重要性差距非常大。我觉得这个直接第一次对美国提出来对台的重要政策赖清德没有表示接受。他不是叫我们不可以怀疑美国吗？他这就不接受，就是他自己这样做。赖清德讲的话听听罢了，他很多话他都已经怎么讲，他都已经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对，不能怀疑美国。那他基本上比怀疑还更严重他根本是不甩美国。那我觉得这个处长将来古立言他还说他过去在台南在什么就跟赖清德有接触好像套一些老交情。我觉得他这个任内不管是3年或这4年我觉得他碰到赖清德他会觉得赖清德不会听他的，不会听他的，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美国对台湾的要求。对，美国可以讲他怎么样界定台湾，台湾一定要照美国的做法做。你如果跟美国的基本政策出入的话，那一定是台湾要受到美国方面的很强烈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叶知秋赖清德一开始就给古立言下了一个马威到处树威。我看最后就是别人也要跟他树威了。那我认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从美方角度，他一定严阵以待了。他们对赖清德，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一个红线的所以不要看这个是小事，我常常讲外交无小事，我们都是在字里行间里面抓到他重大的意涵跟举措，都在字里行间。所以这个我认为绝对不是小事。
而且敢把这个拿掉的，我觉得也只有赖清德他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两岸关系在赖清德这个上任啊，这么短期间啊，就进入到什么哈，我们就说哈所谓的云霄飞车。我认为将来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啊，也会进入哈很多的冲撞，甚至啊产生云霄飞车这种现象。所以台美关系也危险了。来问一下厉将军。这次我们突然发现有大批56架的共机哈，这个其实它这56架不是来扰台的，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这56架战机这么多的飞机，它主要目标是配合它的山东舰，因为山东舰目前到这个东海地区去，不是东海了，等于说菲律宾海，等于台湾的东部太平洋海域。那在这边做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机群跟这个航空母舰主要是这个跟美国的航太军演来做一个对抗角力，展示它的这个威慑力哈。那为什么要56架飞机？我们看这飞机编组你就很明白。第一个，它有歼16，我们自己台湾公布的有歼16，还有轰6，那另外还有无人机啊。那如果说再搭配上这个山东线航母的话，就很明显是一个海空的联合作战一个编队。那我相信飞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无人机，有可能是无侦机。为什么说我研判是无侦机呢？因为无侦机它可以连续在空中飞10个小时，它有个外号叫做这个东风21D 的眼睛。那轰6K 就很明显的前2个礼拜，我们看到大陆官宣来讲的话，它的轰6K 啊，携带了鹰击21导弹的这种飞机上面挂的鹰击21导弹。那鹰击21导弹它的射程就1500公里，如果再加上轰6的航程3000公里来讲的话，可以打击500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是绰绰有余的。那如果说再加上航母战斗群本身的舰载机啊、歼15等等这些来讲，可以对远程实施攻击。那如果说远方来讲，它一定用一架无人征收机来征收敌情，引导后面的这种战机或者军舰来做攻击。那歼16是在做什么呢？歼16其实我认为说这次它主要任务是对轰6K 来实施护航，因为你一架轰炸机出动的话，你旁边一定要有这个战斗机来实施护航。所以说我们台湾也不必过于自己开心，在那边高兴说我们拍到这个轰6K 或者是这个歼16战机的相片了哈。那我特别介绍一下，可能各位很好奇，什么叫做狙击镜来舱啊？其实顾名思义嘛，它就是一个狙击镜嘛。狙击镜一定要跟狙击枪搭配才能够形成杀伤力嘛。你如果只是一个望远镜来讲的话，只是说这种望远镜它功能很强而已哈。你把它当做一个狙击镜的概念来这个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清楚它是什么样的功能。只是这狙击镜可以看到，如果对空可以看到将近180公里远，那你说厉不厉害？第二个，他们号称这个狙击镜可以追踪这个飞碟飞碟飞得很快，它可以一直锁定它，一直看着它，那你说厉害？当然厉害。可是我特别要讲它毕竟只是一个狙击镜，它可以透过云层，可以透过雾线，所以它有红外线、有雷射导引等等这些高科技的装备在里面啊，它可以看得很远，也可以锁得很准，同时它还可以标定目标。但是我特别要提醒，它不是狙击枪，所以它本身没有攻击的能力，因为它只是看而已。它必须将这个发现到的目标引给后面的这些，不管是飞弹啊、战机啊，或者是地面的导弹来实施攻击。最早的时候，这美军是将这个东西拿来当做空对地攻击的一种武器。但是很遗憾的，出师不利。第一次在哈布汗战争的时候，他因为没有敌我识别系统，然后他是看到那个目标，结果那个目标是自己人，他不晓得去分辨，结果他第一次的攻击就是打到自己人。这个是狙击镜的这种，它的优点跟缺点在这边呢。那这次我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编队飞行主要是针对这个环太军演来做一个互相一个对抗的一种态势，比较这个意味比较浓厚。好，请教杨老师。美国的 AIT 见赖清德这是他就任之后的第一次。然后呢，他讲的话就代表美国立场，就这么简单。而他美国立场讲得非常清楚，长久以来有效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不只讲给赖清德听，讲给台湾人听，也讲给北京听，更是再一次定调美国对台的政策，还是在 One China Policy。管你赖清德讲什么东西，管你两岸关系怎么走，
他自己的利益，他的政策不会被你赖清德的任何的意见给带着走，也不会被你的消音而消失。对，总统府的消音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对不对？而台湾的媒体也只有很少数像我们这边把这个真正的关键给报道出来。那自欺欺人，美国会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报道，他就觉得哇，我这个政策改变了。北京都会觉得哇，是不是被消音了 AIT 没有去抗议，所以美国的政策也变了？不会嘛？你就自欺欺人，你自己在搞这个新两国论，然后呢偷换概念啊。西太平洋已经成为中国解放军的势力范围，我觉得很清楚了。那山东舰今年是第一次突破岛链到西太平洋去，4艘055、052D、054啊，那个垂发加起来超过400个垂直发射飞弹发射系统。然后呢，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呢，中俄的4艘军舰也穿过日本九州的大隅海峡，进入到西太平洋，对不对？去年山东舰连续3次突破岛屿，然后进入到西太平洋。这一次他挑这个时间点，当然也就是在617的菲律宾仁爱礁事件之后，而且他走哪里？他不是走巴士海峡。各位，我们通常理解的巴士海峡是比较靠近台湾这边，整个台湾跟菲律宾叫做吕宋海峡，但比较靠近菲律宾这边呢，叫巴林塘海峡。巴林塘海峡是在那个巴丹群岛的下方，比较窄，它走特别靠近菲律宾的那个巴林塘海峡，而不是在上面跟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什么意思？就威慑菲律宾嘛，对不对？也当然对这个礼拜会进行美国的环太平洋要集成一艘4万吨的这个2栖舰啊，等于是做一个反制。有多少个国家有这么大的船舰？那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嘛，对不对？所以已经在对峙。那但是在这边呢，区域拒止基本上其实很清楚势力范围，而且我觉得它是这个军警联合，海军、海警。海警是负责的渔权跟它的岛屿主权的维权行动，从东海、钓鱼台、台湾海峡、金厦水域到南海。而海军你看到的3艘航空母舰，整个这么多北、东、南军区各都有100多艘的这个军舰而且都是最新式的。我觉得在这个区域美国已经很清楚，都很知道。他在这边其实不会去轻易的跟中国大陆做直接的这种对峙。最后我要讲，印太战略是失败的，各位你不要在那边听美国讲什么 IP4，日韩澳印，对不起，之前不是讲 Quad 吗？那个印度消失了，没有消失，他在这个时间点跑去莫斯科见普丁了。所以第一个印太战略小了一个硬了嘛，你没有硬，你不硬就软了嘛。然后呢？澳洲的总理也不去，他才不理你呢。日韩2个领导人根本你就已经是掰咖，要不然就是要下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宣告失败了，而接下来的川普会理你这个印太战略吗？不可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